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辛德拉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它的中单一个兑现情况。这里面的话，上中野的话，其实前期打不太过对面的上中野前期。然后这里面打野的话是说稳一点，别太着急的打架。给了一个蓝区的眼位。对面中单的话，应该是一个绝活哥，也是个绝活的亚索。当然不知道对方是谁。可以看得出来，一局学艺的亚索就没几个简单的。学 Q 的话还能被对面压制，但学艺的亚索，没那么简单。上来为了不想漏兵，必须得这样子硬吃。但这波的话是一定漏了兵，外面又卡着兵，有技能。回家，下一波的话，3级有可能是会被对面斩杀线。这血量太惨了，对方上来拼，然后接风吹到的话，就是他直接 EQ 的话，其实再接 Q， 就再交野男的话就死掉了。如果有进化还好，但这边的话是没选择带进化的。这种就是绝活哥比较对自己信心比较大，前期的话算是对线方面是被爆了。亚索过来 ，EQ 打得很细啊，这亚索没办法，前期打架的话，确实。中野的话是打不过对面中野，这波兵线是必须得漏了，不漏的话对面5级了嘛，你三级打5级你是没任何优势的，而且对面还吃了2个头，这把只能打一个后期了，超级大后期。中期的话，除非对面给机会，不给机会的话，我感觉这局是不会给机会的。对面也是那种高手向的，这莉莉娅也不差，这种局就是国服顶尖局了。推一手，打个控制。你队友就已经开始喊下一把了。这种说实话，我最讨厌啊，就是国服里面这种纯弱智。我不知道外服会有没有这种人哈，但我觉得国服应该是数1数2的最多的这种人。就是我觉得中国人最差的、最恶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？他们永远只要看到大顺风就很开心。哪有什么东西是一帆风顺的，是吧？哎，但算了，就是这可能就是人的一个劣根性吧。但我们还是说回比赛游戏，不上升那个人身攻击吧，这里打个控制，尽量去打输出。像这种没兵线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输出打满。对面给机会，大招。可以，这个风墙没挡到大，他以为那个会直接大招。莉莉娅会睡吗？果然睡了。那果子吃一个果子，他把果子全吃了，但也杀不掉呀。人马赶过来，人马有机会吗？人马减掉一个人头，可以了，有希望了。如果没失这2个人头，真的一点希望都看不到。
像石头人打刀妹的话，前期是没有任何优势的，但中后期的话有机会。刀妹不吃人头，不超前发育，他后期是很难受的，除非队友太多失误。这里亚索杀心太重，其实可以走了。这石头人抗压抗的做得很好，说实话。对面莉莉娅不让这个辛德拉吃塔皮。莉莉娅的话就上路了，可能在三角草的位置，辅助先走了。其实有个点就是这种同步没做好的话很难受的，就2个人必须得同时那个，他要么一起留下来，有可能会被反开，但辅助先走就没话说了。辛德拉这边已经有点起步了，前期难受期熬过去，来到了前中期。这条小龙的话可以打，小龙的话是可以打的，用 Q 消耗一下对方。这亚索的话必须得有人看，这边辛德拉单切这个是不太行的。这里上引燃给亚索，先把亚索秒掉，大招收掉人头。莉莉娅这边在那里偷龙，龙抢到了，给到了控制。对面莉莉娅，这里的话推掉了这个莫甘娜。对面莉莉娅确实，不过莉莉娅有点被肯定气死了。这里的话，石头人抗压，说实话，刀妹没有起来，这个石头人抗压抗得很好的。很多人玩石头人抗压都做不好，这是最无语的一件事情。对面像石头人是很好的，能限制刀妹还有那个亚索的。这里的话，这个峡谷的话没那么好打，对面是多人的，拿到了就赶紧跑，不要给机会就好了。先锋的话往中路丢了，那中医塔能拆掉吗？满血的中医塔没办法。这里去抓下路，但对面2技能直接解掉了这个控制。等肉装做起来的话，亚索的话其实也相对来说能限制一下。亚索下去了，石头人必须得跑。莉莉娅抓的话，3个人抓，石头人不知道能不能扛得过来，但好像应该在塔下可以反杀了一手，打野及时赶到。戴莱文那个什么卢锡安的话，线上已经两边都没有太大优势吧，线上来说。推中医塔，这边先到位，中医塔推掉。下路的话，对面莉莉娅想干嘛？只要中塔在的话，其实可以一直跟他们玩发育的，一定要守住这中医塔。没有中医塔的话，对面入侵野区很难打。像对面突进比较多的英雄，亚索啊这种，莉莉娅还有那个刀妹，甚至对面的小炮都是，只要你要是后排一旦出现错误被突进了，
卢锡安的话，可能就是首当其冲了，因为手比较短，很大概率这把卢锡安的话肯定会被对方阵容限制。这里辅助是一定要待在中路，配合这个手长的人去守线的。如果中路只有一个中单的话，肯定是会被抓的。你看这里面还好是有2个人，不然的话对面肯定3个人同时上，一个人是肯定掉。这里的话推进来，刀妹交大招杀掉吗？啊，想省大招，最终还是交了。说实话，这里面绝后哥有点贪，想省技能。这里在边上扛了一下。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再推了，被泡起来了。那这样的话有机会秒掉。那这样的话小龙可以拿到手。拿完这个小龙的话，可以去拿大龙。这把前期的劣势是完全没有了，哈哈。按中一塔不掉就 OK 了。直接这石头人反甲第一件反甲，然后接着做蓝盾，我的天，对面亚索跟那个刀妹麻了都，暴击都打不出来。对面亚索是玩暴击流的。对，刀妹在单带，石头人得去守上路了。因为换个人的话，都可能被那个找机会的。防御塔的话，估计会被对面吃掉了。对面吃到一个赏金，但这边拿到赏金的一个大龙，没事，只要中一塔不掉，问题不大。蓝还在，就不让兵线进就好了。回去的话可以做大帽，这里过来打。像石头人没有 TP 的话，他单带是很难单带的，因为没办法去很好的去游走。石头人比较笨嘛，然后移速没有，就是没有位移技能，他大招总不能拿大招赶路吧？对面太装了。这样子的话可以拿到上一塔，中一塔的话对面不清那波兵线就还好，如果敢清那波兵线肯定去包中路的。这边刀妹的话可以吃下路一塔，这里大招大中2个，对面控制位移抵消掉这个控制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收掉这个2塔。这里的话，石头人拖住对面刀妹，不让对面回。这里的话可以反对面野的，石头人喊石头人过来。辛德拉的话，这边只有1个人，对面可能会过来。这边蓝 buff 的争抢，看怎么抢。石头人大招好了。刀妹的话想杀还是太难了，但他 Q 出来了，完了这样子打的话完了出事。刀妹直接 Q 秒掉了这个，刀妹还是太数值了呀，这 Q 技能太变态了。但队友这边的话，亚索打人很痛啊，这里石头人闪掉。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？哎，活下来了。太着急了，在蓝区那边开了。这边的话，刀妹其实不应该去找他。莫甘娜的盾可以挡掉一些先手控制。所以这里面就算
石头人跟那个谁的先手都并不是很理想哦，必须得先利用那个辛德拉的 WE 推一下，找个机会。对，得先让辛德拉消耗，然后再打那个后期，就是直接控制。河蟹得先拿到，保证自己的一个视野。哦，这里先点特龙，逼对面团，这里推到，这样的话莫甘娜可以先秒掉。石头人扛在前面，很能扛哦。辛德拉这边的话可以不好，没推。这里龙抢到。对面小法，这边小炮很来劲了。WE 秒掉对面的小炮，倒霉绕后了，必须中路的话必须得放了。你刚如果说往那边靠的话，就直接挂了，不要理他。如果刚刚被留住，就可能大龙就得掉了。这波的话还有机会抢这个大龙。WE 推一个，再秒掉一个吗？让对面先掉点。那对面掉点其实没什么用，拿着这条大龙也无所谓。有金身，闪现，没闪现了，可惜。有闪现的话，其实还有机会拉开，然后 WE 再推一手。但这把拿到龙魂了，后期是有的。1分钟，对面想推进的话，并不是很好推进。这种情况下，应该先去把红区的那个红 buff 给吃了，不让对面吃到这种野区资源。这卢锡安的话，感觉玩的不是很好，反倒是中上野玩的意识很不错。然后射手这边的话，玩的很一般，非常一般。如果这射手会玩一点的话，玩得好一点的话，其实不至于这样子。这里过来 WE 消耗一下，外塔的话估计很难守。这大龙 buff 太能推了。这里的话蓝 buff 的话争夺了。如果对面蓝红双 buff 下一波团，那这样的话没办法了，去不了，过不去了。对方直接睡，只开到一个，他肯定这没什么太大作用。这里的话 WE 接 Q， 但有盾，效果并不是很好。40秒远古龙，远古龙的话必须得拿。这还以为有蓝，怎么可能会剩下这种野区资源给？这里的话必须得龙了。这里石头人有 TP 的，所以现在直接必须得正面团的。如果说还去单带的话，肯定会出事。这里被眩晕到了，但对面控制已经过了。这里超强的一个 AOE 秒掉对面。对面这里先把这个莉莉娅秒掉。这莉莉娅回血能力回的太爽了。对面想上高地，因为已经知道打不了团了。有大龙，
这里有大的可以秒掉对面。这里的话可以拿大龙了，拿了大龙对面已经打不了了，其实可以投了。因为辛德拉这种，一直 WE 的话推的话，超远程的消耗，对面搭配这个远古龙，对面已经没法打了。龙拿到，对面没打算投，还想赢，那就高地团战。那么想骗人过来。哦，这里刀妹掉点了，那闪现过来，石头人闪现大招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一波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